睡前聊历史，每天一个历史故事。今天我们聊的是苏东坡。这是一个关于流放、关于寻找、关于如何在破碎的世界里重建完整灵魂的独白。请想象，我们此刻并不站在聚光灯下，而是站在一张巨大的泛黄的北宋地图前。这张地图上，汴京、开封是辉煌的中心，那里灯火通明，那是庙堂之高。而我们的目光将沿着一条蜿蜒曲折、不断向南、向蛮荒延伸的红线移动。那是苏轼的路线，也是苏东坡的诞生之路。这不只是一次地理上的迁徙，这是一次精神上的长征。我是这次旅程的讲述者，我想带你走进公元11世纪最伟大的那个灵魂，去看看一个从权力巅峰跌落的人是如何用脚丈量苦难，然后用胃、用眼、用笔将苦难消化成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最从容、最豁达的生活美学。故事的起点不是出生，而是死亡的阴影。公元1079年，元丰2年，那是苏轼人生的分水岭。在此之前，他是苏轼，是名满天下的才子，是欧阳修钦点的文坛盟主，是意气风发的朝廷命官。但乌台诗案爆发了，因为几首讽刺新法的诗，他被御史台的官员像抓捕重刑犯一样从湖州逮捕，押解回京。你能不能想象那个画面？在这之前的苏轼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是鲜花着锦，烈火烹油。而此刻，他的儿子苏迈在大哭，他的妻子在颤抖，他自己甚至想到了投水自尽。在乌台那暗无天日的监狱里，关押了100多天，每一天都在等待处决的命令。他甚至给弟弟苏辙写下了绝命诗，与军士视为兄弟，更结来生未了因。那是他离庙堂最近的时候，也是离地狱最近的时候。最后，神宗皇帝动了恻隐之心，太皇太后的一句话救了他，死罪免了，活罪难逃。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。这道命令将他从高高的庙堂一脚踹进了江湖之远。我们来看看地图上的第一个坐标，黄州，今天的湖北黄冈。在北宋，这里虽不算蛮荒，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富庶之地。对于一个曾经出入宫廷的士大夫来说，这是一种巨大的落差。刚到黄州时，苏轼是恐惧的，他白天关着门不敢出去，只有晚上才敢偷偷溜到江边听听水声。他觉得自己像个孤魂野鬼，以前的那个苏学士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是一个虽然保留了官职，但实际上毫无权力的戴罪之身。但是人的任性往往在最低谷时才会爆发。当政治的大门对他关闭时，生活的大门向他敞开了。因为没有薪水，或者说薪水微薄到无法养活一大家子人，这位大文豪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：吃饭。庙堂之高的烦恼是党争，是国策，是天下兴亡；江湖之远的烦恼是米缸空了，是孩子饿了。苏轼脱下了长衫，穿上了农夫的短褐。他在城东门外申请了一块废弃的营地，这块地荆棘丛生，满是瓦砾。他开始垦荒，他给这块地取了个名字，叫东坡。从此，世间少了一个苏幕府，多了一个苏东坡。你一定要理解东坡这2个字的分量，这不是一个风雅的号，这是他汗流浃背，手上磨出血泡的见证。他开始种稻、种麦、种桑，他像一个真正的老农一样，关心雨水，关心节气。他在《东坡8首》里写道，自己早上扛着锄头去地里，晚上披着月光回来。他开始跟隔壁的农民聊天，聊牛的饲料，聊麦子的长势。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劳作中，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。那个曾经高高在上，只知道忧国忧民的士大夫，第一次真切地触摸到了泥土的温度。他发现庙堂上的勾心斗角虽然凶险，但土地是诚实的。你种下一粒种子，它就给你长出一颗粮食。这种诚实治愈了他。然后试吃。在宋朝，羊肉是贵族肉，是皇家特供；猪肉是被瞧不起的，只有穷人才吃，因为富人嫌它腥臊，穷人不懂怎么煮。但是在黄州，苏轼没钱吃羊肉，他看着市集上便宜如泥土的猪肉，开始琢磨，
他是个天才，不仅是文学上的，也是生活上的。他发现，只要用极慢的火候，少加水，多放酒，耐心的炖，猪肉就能发生神奇的转化。黄州好猪肉，价贱如泥土，贵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。早晨起来打2碗，保得自家君莫管。这不仅仅是一个菜谱，这是一种人生宣言。你想想看，当整个精英阶层都在鄙视这种食材的时候，苏东坡却把它变成了美味。这其中的隐喻太深刻了。他自己不就是这块被朝廷、被主流社会抛弃的猪肉吗？被贬谪、被轻视、被视为无用之物。但是，只要有足够的时间，有足够的耐心，有文火慢炖的修养，废弃之物也能变成人间至味。他在黄州炖肉，其实是在炖自己。他把自己那颗焦虑、委屈、愤懑的心放在黄州的时光里慢慢炖，炖去了火气，炖出了醇厚。在黄州的第3年，他写下了千古绝唱《念奴娇》《赤壁怀古》和《赤壁赋》。如果没有黄州，没有流放，苏轼可能只会写出一些漂亮的宫廷应制诗，或者一些忧国忧民的策论。但是站在赤壁的江边，面对着滔滔江水，他看到了更宏大的东西。他看到了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他意识到，在时间的长河里，周瑜是短暂的，曹操是短暂的，自己更是渺小的。既然一切都是过眼云烟，那眼前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在《赤壁赋》里，他完成了逻辑的闭环：刻意之福，水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盈虚者如彼，而足莫消长也。水在流，但水永远在那里；月亮有圆缺，但月亮从未增减。如果你从变的角度看，天地万物每一秒都在变；如果你从不变的角度看，万物与我皆是永恒。那一刻，苏东坡放下了，他不再纠结于能不能回到开封，不再纠结于是不是宰相。他拥有了江上的清风，山间的明月，这是造物主无穷无尽的宝藏，而且不要钱。黄州是他的重生之地，在这里，儒家的入世情怀，道家的逍遥游，佛家的空性，在他身上完美的融合了。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儒家士大夫，他变成了一个通透的人。然而，命运似乎觉得这还不够，这块名为苏东坡的铁，还需要更猛烈的火来锻造。公元1094年，哲宗亲政，新党复辟，苏轼再次被贬，这一次是更远的岭南惠州。请在地图上找到广东惠州，在宋代，那里是瘴气弥漫的蛮荒之地，跨过五岭就是鬼门关。对于一个已经年近60的老人来说，这一去基本就是宣判了死刑。但是这时候的苏东坡已经不是当年去黄州时那个哭哭啼啼的苏轼了，他已经练就了一身铜皮铁骨。去惠州的路上，他经过大庾岭，他在路边的亭子里休息，看到那副对联，想起当年的前尘往事，他没有悲伤，反而很淡定。到了惠州，环境极其恶劣，湿热、蚊虫，语言不通，没有朋友。但是苏东坡做了什么？他开始吃荔枝，日啖荔枝300颗，不辞常作岭南人。这2句诗，我们现在读起来觉得很风雅，甚至很羡慕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当时，这是一个流放犯人在苦中作乐。荔枝好吃，但吃多了上火，而且那是为了掩盖内心的荒凉。可是苏东坡的神奇之处就在于，他能把这种掩盖变成一种真诚的享受。他不是在装，他是真的觉得荔枝好吃，他是真的觉得既然来了岭南，那就享受岭南的特产。既然不能改变环境，那就改变自己的舌头，改变自己的胃。在惠州，他失去了他最心爱的侍妾朝云。朝云是唯一懂他的人。当年苏轼指着自己的肚子问周围的人，这里面是什么？有人说是满腹经纶，有人说是满腹才华，只有朝云说，你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。苏轼大笑，是的，不合时宜。朝云死在惠州，苏轼在墓前建了一个六如亭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晚年的丧偶之痛没有击垮他，反而让他更加澄澈。
他在惠州写下了那句最能代表他人生态度的诗：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。只要心是安定的，哪里都是故乡。这是一种何等强大的精神力量！他不依赖地理位置来定义自己，他不依赖官位来定义自己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宇宙。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，朝廷里的政敌张敦，苏轼当年的朋友，似乎觉得惠州还不够远，还不够苦。听说苏轼在惠州过得还不错，竟然还能写诗赞美荔枝。张敦大笔一挥，再贬。这一次是儋州，海南岛。在地图上，这里已经是天涯海角。在宋朝，海南岛是仅次于沙头的称法，那是真正的化外之地，没有开化，没有文化，甚至没有完整的房子。公元1097年，62岁的苏东坡带着小儿子苏过渡海去了海南。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：此间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，什么都没有。如果你是一个现代人，把你扔到一个没有网、没有电、没有自来水、语言不通的原始岛屿，你会崩溃吗？苏东坡没有。他说，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唯有一幸，就是我还活着。在儋州，他彻底变成了一个野人。他没有官服穿了，就穿当地人的槟榔布衣。下雨了，没有伞，他就借路边农夫的斗笠和木屐穿戴起来。那个东坡利基的形象就是在这里定格的。你看那个画面，一个曾经在大宋皇宫里挥斥方遒的大文豪，现在穿着木屐踩在海南的泥水里，被一群土狗追着叫，被喝醉酒的村民拉着手胡言乱语。但他一点都不生气，他觉得很有趣。他在儋州干了什么？既然没有书，他就写书；既然没有老师，他就当老师。他是海南历史上文化的播种者，他教当地人读书，教他们挖井。在他走后，海南出了历史上第一个进士。在饮食上，他又有新发现，他发现了生蚝。他给儿子写信说，这里的生蚝太好吃了，千万不要告诉朝廷里的那些士大夫，我怕他们听说了，都要争着被贬到海南来跟我抢生蚝吃。这是幽默吗？是，但这是含着泪的幽默，是超越了苦难的幽默。这是一种极其高级的防御机制。他在嘲笑苦难，他用笑声解构了政敌的恶意。你们想让我受苦，想看我哭，我偏不。我不仅不哭，我还吃得津津有味，我还活得兴高采烈。这才是对迫害者最大的报复。你永远无法摧毁我的快乐，因为我的快乐不建立在物质和权力之上，我的快乐建立在我对生命本身的感知之上。在海南的3年，苏轼完成了他对《易经》《书经》《论语》的注解。在物质最匮乏的地方，他的精神世界达到了最丰满的状态。公元1100年，徽宗即位，大赦天下，苏轼终于获准北归。这时候，他已经是一个65岁的老人了。他在北归的途中，经过镇江金山寺，看到画家李公麟为他画的画像。回顾自己这一生，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自题金山画像：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济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这4句话，听得人想落泪。问我这一辈子有什么成就？不是我也曾做过翰林学士，不是我也曾主政一方，而是那3次流放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为什么？因为正是在这3个地方，他完成了从士大夫到生活家，从政治家到哲学家的蜕变。在庙堂之高，他只是宋朝官僚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，虽然闪亮，但随时可以被替换。但是在江湖之远，在黄州的雪堂，在惠州的荔枝林，在儋州的光廊庵，他是独一无二的苏东坡。他告诉了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道理：政治上的失意并不意味着人生的失败。当外部世界崩塌的时候，你依然可以向内寻求，构建一个宏大的精神世界。你可以没有权，但你不能没有趣；你可以没有钱，但你不能没有对生活的热爱。苏东坡的地理志其实就是一张如何走出精神困境的地图。我们看宋朝，往往惊叹于它的繁华，它的清明上河图，但苏东坡让我们看到了宋朝的壁面。
那个时代的伟大，不在于它没有黑暗，没有党争，没有迫害，而在于它产生的一种力量，能够在这个黑暗中开出花来。宋朝的士大夫们在政治理想破灭后，没有选择毁灭，而是选择了转向。他们转向了书法，转向了绘画，转向了诗词，转向了园林，转向了饮食。他们把对治国平天下的热情转化为了对修身齐家的极致追求。苏东坡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，他把流放之路变成了发现中国之美的旅程。他在黄州发现了长江的雄阔和猪肉的美味，他在惠州发现了岭南的奇异和人情的温暖，他在儋州发现了天涯的辽远和文化的坚韧。这不仅是地理上的版图，更是心理上的版图。随着他越走越远，他的世界反而越来越大。在开封，他只装着朝廷；在海南，他装着天地。公元1101年，苏轼在北归途中的常州去世。他最终没有回到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政治中心，但这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他已经不再需要那个中心来证明自己。他留下了一个身影，一个戴着斗笠、穿着木屐，在风雨中吟啸徐行的身影。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这句词是他一生的注脚。今天，当我们感到困顿、焦虑、迷茫的时候，不妨展开这张苏东坡的地理志，去看看黄州的赤壁，告诉自己天地之间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学会放下占有欲，享受当下的清风明月。去看看惠州的荔枝，告诉自己不辞常作岭南人。学会在逆境中找到那个甜蜜的支点，哪怕只是一颗水果。去看看儋州的海浪，告诉自己九死南荒无不恨，自由其绝冠平生。把每一次挫折都看作是一次壮丽的游历。苏东坡告诉我们，生活本身就是最高级的艺术。无论身处何地，无论遭遇何种境遇，只要你还拥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，你就是自由的。庙堂之高或许可以决定你的生死，但江湖之远才真正决定了你的生命宽度。这张流放者的精神版图没有终点，因为它最终通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。当我们读懂了苏东坡，我们就读懂了如何在不完美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。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。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，我们下期见。